早上台湾人也非常悠闲，在旁边晒晒太阳，吹吹牛逼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港口，因为那的达州领事馆就在那的港口边上，所以说我们先要去托尔多那座桥。可以看到这里面海非常的清澈。走在这个街边也是非常的舒适，欣赏一下当地人民的活动。而从这里可以看到后面的山，而另外一边就是海了。这边还停了一些帆船，对面就是旗津区了。因为它可以算是一座小岛吧，必须要坐船才能过去。那桥下去旁边就是去往那里的步道，就一直跟着这绿色的牌子走就可以了。这个小径非常的有味道啊！旁边的墙上雕了一些植物，好像都是陶瓷做的。这边还有一个小花园。这拿扇子的不是季东吗？这上面就相当于的观景台，后面是一个堡垒，而从这边可以看到对面的旗津区，还有那的领事馆。哇，这边的风景真的是绝美啊！那现在我们就去往领事馆吧，就在这里。走在小路之中也非常的有氛围。然后这边就是去领事馆的道路了。前面还有一座小寺庙。一路向上，从这边看过去真的是非常的美丽。那边就是一个出港的口岸。他这边供奉的是一个镇海将军，因为高雄是一个港口嘛，所以说当地的居民都需要出海，所以说需要祭拜镇海将军来保佑他们平安。现在已经到了领事馆了。那现在票就已经买好了，一共是台币99元，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吧。好。领事馆里面可以更好的眺望对面的大海，因为没有任何的遮挡物。英国、法国跟这个清朝打仗，打输了怎么办？你就开港啦，我要来做生意啦。所以早期在我们的北部，基隆淡水，
南部就在我们的安平打狗。我们先看1879年这一栋房子的样貌，可以不妨往前看一下。英国人就首先在这个地方盖了一个长治久安的领事馆。可是台北的朋友或者台中的朋友来到这，我们高雄最早的地名很特殊，有听过吗？叫什么呢？看一下，这边有写。搭告，哎，搭告是标准哈，因为北部、中部都会讲怕告、共告，对，不是。那这个打狗，很多台湾的地名都是取自原住民早期的地名的谐音，再转过来。那什么原因这个地方会叫打狗？早期住在这的原住民依山，这座山柴山、寿山、打狗山，洋人叫猴山。什么动物最多？台湾猕猴。那我们的台湾猕猴有多聪明？我们站上来看，因为那边有一所大学，因为中山大学1980年在这边复校，他没事就是上课。上什么课？还好你们手上都没提饮料，没提点心，你家就是我家，你的都是我的。所以我们园区看一下，现在没有哦，是因为我们有保全先生拿了一把空气枪，所以猴子很聪明哦。哎，那个声音很大声，搞不好就是瞄准我。那猴子也会记啊，这个脸啊，这是保全啦，这个不能靠近，不能靠近。那一看游客，他就知道生意上门了，好吃的来了哈。哎，真的很聪明哦。只要是游客在这边晃，啊，我们就会看到猴子有时候会抢。怎么保卫我的家园呢？于是原住民非常的快哈，想办法保卫家园。我没有先进的这些武器啊，这些枪炮，那我要用什么呢？种刺竹，那个竹子长得很快，节跟节就会有锐利的尖刺。我把我的家园围起来，你要穿过这片刺竹林，你要拿刀跟剑披荆斩路，这样进来。所以呢，这个原住民称这个刺竹林叫打告，打告。我们海盗从对面过来的很多啊，因为战争，我们说现在戴口罩，瘟疫或者旱灾，不得不怎么样，海外来谋求这个生存。所以这些福老人、普罗人共为这好久威啊，他听到打告，他不是念得很标准。久而久之，我也不想当海盗，我也想在这个地方跟原住民和平共处。哎，有人会写家书吗？帮我写一封家书，报个平安。于是呢，不但会写字的人太多，以前知识不普及，那会写的就取其谐音，就写什么打狗。所以这个地名一直流传到1920年，我们就不叫打狗，因为那个年代日本人进来。那日本人进来之后呢，在这边的长官要写信跟他的长官或者我们说总督大人来报告，我在打狗。你想，长官看到你在打狗会不会骂？无聊吧？干嘛打狗？不是，这个地名叫打狗。实在太不文雅了哈。那怎么办？改。那怎么改呢？所以他们就把日本的地图翻开来，找找看有没有跟我们音很雷同的打告。就在京都关西的旁边，也有一个小小的山，叫做打高，汉字就是高雄。所以1920年我们这里就不叫打狗了，就改名叫高雄，是因为那个地名把它搬过来。像北部有很多啊。西门町，我们现在都念西门町甚至我们说这个邦港早期也是原住民的独木舟，现在叫什么万华所以很多的这个谐音，他就觉得在日本1920年地名雅正，从北中南3个字尽量改2个字，然后地名不文雅就把它地图找出来，有没有跟日本谐音很像的？全部很多台湾的地名就这样取自过来。那我们前面的这一片海，知道吗？是什么海？不是太平洋因为很多游客说在太平洋，那是花东。我们这边是西部，天气好可以看到对岸，直线画出去400公里，广东汕头市，有听过吗？虽然我们说不是这个非常往来的频繁，比如说福州啦、厦门啦像这样的一个马尾这样的船只很频繁，但是以前这边如果是风平浪静，清朝叫黑水沟，两岸往返的船只非常的频繁，所以这个台湾海峡，现在我们叫西子湾，也是高雄的一航道。那我的左手边看过去有一些船在那个地方停，目前是全台最大的2港口，因为我的航道水深只有12、13米，
容许的船只就是3万吨。那我们3万吨以上的船就没办法做生意喽，进不来嘛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就挖了第2个全台最大的2港口。所以有些大船它会往南延伸12公里，到我们最大的红毛港文化园区旁边有个2港口。它的航道水深有几米呢？大概有18、19米。那我们现在在这边看一下，对面有个旗后山，长官呐、我们的船要进来哈，拢无光明灯啦，暗暗，我们会撞什么？我们会撞山啊，那这样我们会很危险呢。请你要不要盖一个指引我们叫做光明灯的灯塔啦？啊，清朝说我什么叫灯塔？我不会盖呢。啊，英国人说拿钱拿钱，于是呢，英国人就在我们现在看到的灯塔右手边。大概有10米，就是灯塔的位置10米，就盖了一个砖造方形灯塔。后来马关条约，日本人进来，啊，这么小不行，搭掉。所以现在的灯塔是日本人1918年盖好到现在，可是它是全台最特殊。我们的灯塔上面会有方向仪，东南西北。那东跟西会有2个英文字哦，什么字知道吗 ？W 跟 E。W 跟 E， 但是哦，它是全台唯一，东南西北是用我们的汉字，用我们的国字写，因为日文的汉字有的跟我们是相通，所以它是全台唯一，东南西北全部是汉字。后来日本人进来买下了它，在1925年买下了它，一直到1931年，1930年它就变成高雄观测所，你是关的本送哈，什么意思？因为地势比较高啦。有人在那边驻扎，日本人报告总部天候不错，飞机可以飞。报告总部海象不错，船可以进港跟出港，所以在日本时期叫观测所。那国民政府来一样有这样的功能，我们不妨回头看，这边有一个碉堡，我们看到这里，当初就是有军人在这个地方站哨，斜的，哎呦，那个年代就偷工减料吗？不是，而是故意的，因为没冷气、没电扇，再加上如果刮风下雨，雨势很大就会进来，所以斜的，仔细看，全部泄水孔，还有砖雕镂空，既通风又泄水，有没有很多的功能？再加上很美观。我的右边是最早高雄开垦的地方，那如果你站在这边，有看到那座教堂，就是洋人进来早期也都是住在那，因为生活经验我要吃啊，要穿的，要用的，都方便了。但是自从卖鸦片就不方便了，长得很特殊。对，这是美国人设计的，叫什么呢？旅运中心。想搭邮轮环游世界吗？要来这个地方搭船、搭邮轮，所以国外的邮轮也是停在这，17到21号。那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点点我们看不清楚的，看一下这一栋。西班牙设计的流行音乐中心，高雄海洋流行馆，都在我们现在这个区块，所以目前可以看到非常多我们的这个亚洲新湾区的一个设施，男生女生都要戴帽子，而且在那个年代女生要穿什么？蓬蓬裙，所以它有一张大床铺，有一个衣帽间。从这里面的窗户看向外面的风景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他来到台湾报道，跟清朝的官员说：“我叫荀和，我跟你们一样，也有中文官方的名字，因为史文侯是我的英文名字翻过来。生于1836年，当天使；1877年，享年41岁，终其一生没有住进来。”会不会太夸张？这边导游已经很好的讲完了整个领事馆的历史，从名字的由来以及里面建筑都有怎样的特色，而从这领事馆上面可以很好的欣赏整个港头和风景。住在上面真的是一种享受啊！每天看这些船进进出出，都像在为自己赚钱。然后从这边下面还有的下山的小径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这个小径很长啊，
它就是没能住进领事馆的那个史文博。这是什么？是窑洞。现在就到了山脚下，这边有很多雕像，也可以拍一下照片留念一下。然后他们就是继续。和英国领事馆签订一些条约，那时候还是清朝。这就是整个打斗领事馆的全部，上面是一个端底，也就是领事馆人员居住地方，而这下面就是一些办公室。不知道你对这个打斗领事馆怎么样？那今天我们就先这样吧。